群鼠辈。待到秋来，9月8，我花开后，百花上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天虎祭司，恭领大王教命。决尔功臣，兴略两朝，辅弼圣主，招讨宵禁。本宫有妙想之诺，元帅有事主之诚。内衙马步军上统军使胡敬思9份王室荣膺两朝，可大司马权。内外诸军事，京畿州县，军中将佐，西应提调，营中诸务，故不遇也。大司马，臣胡进思，谨奉大王教命。我书兵符在此，请令公入衙试事。给老夫备马。父亲年纪高迈，还是乘车安全。你们见过骑不得马的大司马吗？备马！末将等参见大司马。老夫受大王教命，提调内外军马，整治京畿防务。自即刻起，锁闭罗城各门，官民人等不得出入。没有老夫的军令，便是手持大王教命。便先与我拿了再说。诺，谨遵大司马号令。今夜王都不进，有贼人图谋不轨。自此刻起，全城宵禁，内衙各都要派出人手上街巡查。但凡有人上街，不管是官是民，先与我拿了再说。待到天明再行甄别。若是有人胆敢抗拒，就地扑杀，不待后命。诺，谨遵大司马号令。诸将务必仔细办差，忠亲王室。怠慢轻忽者，斩！末将等谨遵大司马号令。少不前，末将在。你出城去，与九郎君联络，问问他那里事情办得如何了。若是军中有人胆敢不听九郎君的号令，你不必回复，拿着老夫令箭，直接斩了。诺，末将领命。马步军司那边传来消息，胡进思拜了大司马，接管了内外兵权，下令全城宵禁戒严，所有的官民人等不得出入。答辩在即，小大王居然有胆子了。城外秦淮社那边可有消息？没有。来等。时间太短了，来不及了。各地的人手到齐了不到3成了，大约还有7成还在路上呢。
李元清那边有500黑云长剑都老卒，若真动起手来，王都这些没有见过血的少爷兵，未必能拦得住他。你说呢？奉萧山营大帅，九良军军令，所以无戒严，市民人等不得出入行走，违者立斩。都头，我出去看看情形吧。老实待着。支部，这是哪个营头的兵？上，就地格杀。大帅，内外皆已就位，不曾有异动。本帅不爱杀人。学文，在。你去求见江宁秦淮社大东主李元清，就跟他说，当年周中欠债的故人相邀，请他一步出来说话。欠债的故人，你家郎君真的是如此说的？东主明鉴，一字不差。从不曾听说过谁家债主要屈尊去见欠债的。若你家郎君当真有心，便劳请他这个欠债的屈尊来见我这个债主吧。此人也忒无礼，这明摆的是窝藏祸心的。大帅，你乃一军之主，断不可轻刀显地啊！他身边有多少人？只有一个身材健壮的汉子，当年郎君在船上也曾见过他。安元说的也有理，那我自家便去见他。大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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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呀！大帅，大帅，不可啊！大帅，这儿的兵权交给你，天亮之后，若我还没有出来，即刻进剿。若到时候我死了，便替我报仇；若我还活着，便先杀了我。我钱弘处断然不做质子。大帅，你们都先退下。元清兄，钱弘处在此，请赐一剑。你在此候着，用不了多少时辰。诺。你也出去候着吧。还是这般不爱讲话。汴梁一别，九郎君倒是无恙。元清兄此来，究竟带了多少人啊？10万大军，九郎信吗？当年都不会信，更何况今日？3000甲士，九郎信吗？当年或许会信，可今日不信。500老卒呢？九郎信吗？信。这些人现下何处？
你到此处来找我，便是为了此事。伯夷吾乃王都基府最为繁华生息之地，洪处不愿看到此处受了刀兵之灾。洪处是来议和的。议和？为你我？为南唐，亦为吴越。我虽行走于南北，却并无古之行人出使地盟之权。元清兄受命于谁啊？是皇太帝还是润州的燕王？这倒真是交浅言深啊。福州之战，俘获南唐将卒12000有余，生擒枢密副使查文辉。若迎其还乡，不论是在皇太帝还是燕王面前，都是一桩大人情、大功劳。贵国列祖皇帝时，你我两国和睦，近10年来不曾有大战。如今，贵国天子御疾以来，大战3场，1000人之战12场，我吴越军民亦有不少被掳去贵国。若能达成和议，使唐人归唐，吴越人归吴越，两国就此罢兵，也算是元清兄和洪处的一件大功德吧。九郎打的可是好算计，和议之事，乃是两国之事。九郎算准了，只要提出和议，元清是万万不敢做主的，势必会请示江宁朝堂与陛下。这一来一回，没有个3、5日，是不可能说清楚的。而吴越今夜之危，却不可能拖个3、5日。九郎此意一出，无论和议之论是真是假，至少今天夜里，元清是万万不能出手的了。正是如此。元清兄若看重的是个人富贵，那自然可以当做从未听过洪处讲的这番话。可若元清兄心中尚有家国之念，那今夜势必要偃旗息鼓了。九郎何以如此笃定？你元清不在乎个人富贵？元清兄看重的是个人富贵啊，那更好办。我吴越台州刺史之职已缺至半年之久，我愿亲书表彰，奏与当今大王，保荐元清兄为台州刺史，知本州事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！昔年周中顽童，如今已成国家柱石之臣，吴越前世，国祚不绝。元清兄有决断了？元清亦想要个人富贵，可奈何胸中仍存家国之念。东主，应是正啊。城外、境外东主那边还没有动静。下去了。
福晋司觐见大王。老灵公，老灵公，姑错了，让老灵公受委屈了。大王，臣90岁了，什么事都没见过，些许琢磨，算不得什么委屈。臣唯愿大王能亲贤臣，远小人，继2代先王之志。臣即可便是死了，也能安心追随2代大王于地下了。老灵公是我吴越的大司马，战败不明，剑履上殿。孤还指望着灵公为国，青天保驾，开疆拓土呢。跪了一宿，秦郎君，办了一宿的大事儿，还未曾议你的罪。按理说，贪渎成性，阴劫贼人，图谋不轨，伙分内库，致使先王薨逝，就这几项罪名，一个寡字，那是逃脱不掉的。求秦郎君救命！我为何要救你的命？我又如何救得了你的命？小人自知罪无可悔，甘愿戴罪立功，只求郎君为小人说几句话。小人在此立誓，此生此世，甘愿为郎君驾前走马之权。郎君有所吩咐，小人纵肝脑涂地，亦不敢辞。教命以下：程昭月私藏甲胄，因蓄死事，勾结敌国，图谋大逆。以下有司，明正典刑，夷3族。教命以下御史台，从亲卫都调100人，护从御史前往山岳社，将程昭月拘拿归案。我不需要你肝脑涂地，将差事办得仔细些，莫叫人挑出错处来。小人叩谢秦郎君活命之恩。山岳社，这。屈水灭火！吁！作罪！火势太大了，不能太上身。听见了吗？
贝。待到秋来，9月8，我花开后，百花盛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紫泉宫殿，锁烟霞，欲去无城作帝驾，欲兮不远，归日角。尽凡应试，到天涯。于今腐草无萤火，钟鼓垂杨有木鸦。地下若逢陈后主，其一重问后庭话。这是程昭月的仪表。孤在问，这可是那贼子的仪表？大王明鉴，这是李商隐的诗。程昭月粗鄙不闻，不过是附庸风雅、吹丝狂吠而已。大王不必挂怀。其一重问后庭话。这贼子是在骂姑，他是在骂姑，是陈叔宝，在骂姑，是杨广。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。先生，青哥，方才一哥和一哥送的是谁的诗啊？是不知道，还是不能说？回先生的话，亲亲相饮是不能说。上前来。亲亲相饮，乃圣人伦常大义。你这亲亲相饮，用错了地方。先生，这诗是我要送的，亲哥并不曾送，一哥却是跟着我送的。先生要罚，只管罚我，一哥的戒尺我也一并替他受了。你们送的是谁的诗啊？
黄巢。黄巢是何人？反贼。唐末之际，藩镇四起，党争不断，阉宦用事。举国上下无一人用心于治道，税捐严纳100年，苛政荼毒天下，人活不下去了，才会揭竿而起。你饿了要吃东西，这不是罪；你想法活下去，这也不是罪。黄王御军入长安，安民书所及之处，京畿百姓迎粮引从，单食胡浆以迎之。兵败关中之前，这黄王之君实在称不上一个贼字。造反了，如何不是贼？何为贼？残民以惩，是为贼；荼毒百姓，是为贼；苛政虐下，是为贼；盗掠人才，是为贼。商汤伐夏桀，文武除纣辛，都是造反，却不能称为贼。周易有云：“谓之革命。”什么叫革命？治世用法，治军以律，诛除苛暴，定乱安民，便是革命。周易上说，汤武革命，顺乎于天，应乎于人。不过文博先生刚刚新筑的这一出，番楼市上的那些打卦仙儿们，估计又得重新编词了。大兄，给儿子请安。既是开了蒙，就要跟着先生多学些道理，别成天跟着你三叔瞎胡闹。是，谢阿爹教诲。大兄，是弟弟的错，大兄不要责罚一哥。哎呦，呵呵，还真是一个小男子汉呐！啊，